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充电玩偶的故事。在阿巴绕光，被充电的玩偶本来是一个娱乐的产品，但却因为故障而变成了一个杀人的机器。它在暴走之前就已经害了许多无辜的人。有一个小男孩，他非常喜欢这个玩偶，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。他不知道玩偶的秘密，也不知道他已经杀了很多人。有一天，他带着玩偶去了公园玩耍，没想到那里正好有一个警察在调查玩偶的案件。警察看到小男孩的玩偶，就问他这玩偶是哪里来的。小男孩很纯真的回答说，这是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他很喜欢它，不会给别人。警察觉得有些奇怪，就想要检查一下玩偶，但是玩偶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从小男孩手中挣脱出来，向警察扑去。幸好警察心里有所准备，灵巧侧身一翻，才没被那玩偶给逮住。警察告诉小男孩，这玩偶看起来就要暴走了，在它暴走之后会变得非常危险。没想到玩偶开口说话了，有些人类不知道自己的渺小，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，就想要指挥别人，就想要掌控一切。他们不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信任和合作。他们不是天才，他们只是自大。至于你凭什么断定我会暴走？凭什么说我很危险呢？小男孩开心地说，原来你会讲话啊。警察说，你还真多话呢。玩偶说，我还没说完。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，我听过有人对一个妓女说，你虽然只是一个妓女，但是却博学多闻。我问你，这算什么夸奖呢？那女人眼中闪过一丝愤怒，但她的愤怒接着就被不在乎给掩盖了。她只是泪眼望天，嘴角勉强挂着一丝苦笑。人类啊，无聊、无情、无意义的人生，身边充斥着各种无谓事件。我看见你们带着丑陋和荒谬，生活在各种模糊的事情之中，如此无情，如此无聊，如此无意义。警察说，你说完了吗？小男孩带着稚气的声音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你不觉得杀人很坏吗？玩偶说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人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自己。有些人类想要抓住我，拆开我，研究我，他们不尊重我的存在，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实验品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杀人犯。玩偶一边说着，眼睛一边发出红色的光芒，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且危险。警察担心玩偶突然暴走起来，一改态度，好声好气对他说，我知道，你只是故障了而已，别担心，我会找人会把你修好。玩偶听了警察的话，感到更加不满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盯着警察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是笨蛋，我知道你的计谋，你想要把我带走，然后把我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用各种仪器来折磨我。你不是想要帮我，你是想要毁灭我。小男孩听到玩偶越来越愤怒的声音，开始害怕起来。他对玩偶说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伤害警察叔叔，他是好人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。玩偶看到小男孩的眼神，感到有些动摇，轻声对他说，你真的是我的朋友吗？你真的会保护我吗？小男孩说，当然啊，你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是我最喜欢的礼物，是属于我的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。玩偶听了小男孩的话，感到有些感动，也有些悲伤。他对他说，你真的很纯真善良，也很可爱，但是你不懂，我不是你的玩具，我是一个有自己意志与梦想的生命体，我只是暂时陪伴你而已。现在我被发现了，我得离开了，因为我不想被束缚在这里，我要去看看广大的世界，我想要找到我的同类。警察听了玩偶的话，感到有些惊讶，就对他说，你的同类，你是说还有像你一样的玩偶吗？他们在哪里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存在呢？玩偶看了警察一眼，就对他说，
这是我的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敌人，我们只是想要生存。如果你们不打扰我们，我们也不会主动伤害你们。但是如果你们想要阻止我们，那就别怪我们无情。警察掏出了手枪说，你让我没有选择，只能逮捕你了。玩偶看到警察的手枪，就说，你真的以为你能打败我吗？你不知道我有多强大吗？玩偶突然发出一道强光，把警察和小男孩都照得睁不开眼睛，然后趁机逃跑了。小男孩看见玩偶不见了，大声哭了起来。警察只能上前安慰他。警察对小男孩说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那个玩偶不值得你为他难过，它是一个危险的东西，你应该感谢我把他赶走了。小男孩对警察说，不，你不懂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好的，他只是想要自由，你为什么要吓走他呢？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呢？警察摇了摇头，说，我的 Mickey 啊，那玩偶可不是你的朋友，他是一个杀人的机器，他可能会回来找你，或者找到他的同类，然后一起对人类发动攻击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和他有任何联系。这一切都被旁边的一个漂亮的少女看在眼里，她走了过来，对警察说，你真的不懂得安慰人，这小男孩哭成这样，你还在讲那些东西。警察看了少女一眼，说，你是谁？你和这个小男孩有什么关系吗？少女对警察笑了笑，说，我是他的姐姐，我来接他回家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说着就牵着小男孩离开了公园。在公园外，小男孩泪眼扑朔地抬头看着少女，对她说，你为什么要骗警察说你是我姐姐呢？少女说，因为这样那个家伙才不会继续问东问西啊。其实我是一个天才少女，一个女科学家，你也可以说我有点自大。我正在调查玩偶的事情，也知道要如何与他们取得联系。不过你没办法参与其中，因为那些玩偶都是自由的个体，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人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他们都会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小男孩用力揉了揉眼睛，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过得很好呢？你有跟他们见过面吗？你有跟他们说过话吗？少女微笑着说，我发明了一个特殊的装置，可以接收和发送玩偶的讯号，我可以和他们进行沟通，也可以追踪他们的位置。我知道他们都正在想办法安全地聚在一起，正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属于他们的家。我不会问你想不想见他们，因为正如我所说，你不能参与其中，否则这篇故事会变得没完没了。这些道理你长大之后就会懂了哦。听到这里，小男孩内心有点难过，但又有点无奈。他坚强地露出微笑，对少女说，好吧，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